It's huge. Look, I found some very fast coconut. Those sharks are going to start circling now that there's an injured fish. Today we got a special cook-up for you and mine. 想在野外生存下来，就必须拥有其中的3大技能。首先，获得可饮用的淡水最为重要，其次就是如何快速获取食物和搭建庇护所。目前小克和女朋友小兰可饮用的淡水暂时足矣，他们今天打算简单的加固一下临时庇护所，使得晚上睡觉的时候更加舒适安全。海水不停冲刷着岸边，俩人既高兴又惬意地开始在沙滩上寻找加固材料。而这种被海水冲上岸的竹子就是很好的建筑材料。捡累了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直接摘几只椰子来解渴和充饥，因为整座小岛都被椰子树重重包围着，有喝不完的椰子汁和椰子肉，像这样不停地向同一个方向转动，一个硕大的椰子就能成功到手，连小兰都可以轻松获得。It's so heavy. It's huge. Bigger than your head. Look how big it is. 现在小克把刚才捡到的所有竹子搬回营地开始加固。之前临时庇护所的屋顶是用新鲜棕榈叶搭建，时间一长，叶子开始干枯收缩，屋顶出现很多漏洞，下雨的时候根本挡不住雨水入侵。今天只好把屋顶再铺多几层棕榈叶。不过小克也是一个挺讲究的人，他回到屋内，还是把一部分松散的叶子交叉加紧，使得屋顶的挡水性能更好。而此时小兰也没有闲着，她在沙滩捡来很多石头，将之前围在火堆旁的椰子全部更换掉。这么一来，生火做饭的时候更加安全。不得不说，小兰的防火意识还是挺强的。屋顶加固之后，庇护所的墙壁也要加工一番。她拿着石头使劲地对着竹子狂敲，试图将其五马分尸。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屠龙刀来的痛快。小兰生起火之后，立马帮小克打下手。他在庇护所的围墙下方挖出一条深沟，这样竹子就可以更稳固地插在沙土中。两人相互协调，相互帮助，这样的团队精神在野外生存显得尤为重要。两人修建完营地便开始觅食。小兰在沙滩捡来2个已经发芽的椰子，发了芽的椰子，它里面的根茎还没有长出来，叫做椰宝。椰宝其实就是成熟椰子里面的有一颗种子，而种子也随之膨胀，形成了雪白的球状椰宝。在市面上很难买到这种椰宝，不过在这座以椰子树为主的荒岛中，椰宝就随处可见。有了素食之后，蛋白质当然不能少。小克拿着自制弹弓开始深入椰子林寻找猎物，不过猎物暂时没有带到，但自制弹弓的皮兜却用力过猛，直接裂开。无奈的小克只能先回营地。这时小兰拿起发芽的椰子，在铁柱那里使劲砸了几下，然后双手用力一掰，厚厚的椰子皮直接被她撕开2半。这女人的手力也太大了吧！不到一会功夫，椰子皮被扒得干干净净，拿起屠龙刀对准椰子壳敲打了一圈，断开2截的椰子立马露出雪白的椰宝，看着都想啃上一口。而此时的小克也捡来了一条背带，这种用尼龙布做成的背带是做弹弓皮兜的好材料，它不但结实，而且打开的口子不容易裂开，直接取了一小段打上孔。而皮筋也换上了弹射鱼枪的皮筋，一扎一捆，全新的小克牌自制弹弓完美做成。小克当然不会错过在女朋友面前表现一番，现在收集合适子弹，然后试射一番之后，再次进入椰子树林重新猎食。很快小克就发现前方有动静，一只吓得瑟瑟发抖的红色螃蟹躲在树洞之下，而另一只螃蟹还没有来得及躲藏，小克就立马拉弓射弹，叭的一声正中目标，整只螃蟹的蟹壳被子弹打得4分5裂。看着螃蟹毫无生机的样子，可以肯定刚才小克那致命一击使得螃蟹瞬间毙命，毫无痛苦可言，这应该也算是一种解脱吧。转眼间又一只螃蟹陨落，看来小克的弹弓术越来越熟练了。有了蛋白质之后，他们2人心满意足地回到营地，开始今晚的烛光晚餐。小兰在无聊地等待炭火之时，突然想到椰宝新的吃法，直接把椰宝放在屠龙刀上面用火烘烤，不到一会就拿起椰宝开始食用。
看见他对着镜头连连点头。难道这样的椰宝更加好吃吗？有机会我也要试试。现在柴火烧的差不多了，放上2只螃蟹，在炭火开始焖烤，准备好餐桌和饮料。等待似乎是目前唯一的办法。It's sneaking away to drink the low-hanging fruit. It's great, John. I'll bring him down, eh? 螃蟹已经烤熟，虽然今晚的烛光晚餐有点单一，但从他们2人满脸笑容可以看出，此刻是多么的享受。爱情就是这么简单。It's good on you as well. Cheers. 第2天一大早，他们想到了一个特别的烹饪方法，以前从未尝试过。不过现在他们首先需要捕捉到食物。小兰穿好潜水服，带上弹射鱼枪，开始潜入海底捕猎。无数海鱼在海底自由自在地畅游着，他们根本没有察觉危险的来临。无数的海鱼使得小兰有些眼花缭乱，她只好趴在海底，寻找躲在珊瑚礁石里面的鱼，因为这样捕获起来更加容易。不过第1枪还是捕获失败。等小兰上浮换气再潜入海底的时候，在她附近多了2条小鲨鱼与其畅游。小鲨鱼似乎也嗅到了美食的味道，一直在小兰附近转圈圈。这么一来，也让小兰捕获猎物增加了不少难度。这时正在录像的小克没能忍住，立马角色互换。随后他锁定了1条黄菇鱼，拉弓射枪，但还是给鱼儿跑得无影无踪。好不甘心的小克上浮换气之后，马上重回海底，再次在珊瑚礁石附近锁定了1条黄菇鱼，一枪过去，命中尾部。可惜鱼枪没能将其牢牢锁住，还是让黄菇鱼跑了。这时附近那2条小鲨鱼也闻讯而来，试图与小克争一日之长。而刚才被射中的那条黄菇鱼躲在礁石下方，企图掩耳盗铃躲过小克的猎捕，但最终还是给小克收入囊中。而刚才黄菇鱼的血腥味则引来了更多的小鲨鱼，小克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，也只能远离这是非之地。上岸开始今天的特别烹饪。生好火堆之后，他们开始寻找烹饪材料。只见小克拿着屠龙刀，割下几片还没有展伸开来的棕榈叶，这也是今天烹饪的重要材料之一。小克简单清除好黄菇鱼的内脏，刮去鱼鳞，在黄菇鱼正反2面补上几刀，使其鱼肉更快熟透。清洗干净，用刚才摘回来的棕榈叶裹得严严实实，为了在烘烤的时候不至于散掉，还在棕榈叶2端捆扎好，以防万一。接着整理了一下火堆，使得炭火分布更加均匀合理，然后将包扎好的黄菇鱼放入炭火中，上面再盖上几层浸湿的棕榈叶。今天特别的烹饪方法就此完成，现在只需静静等待即可。这也是小克他们一天当中时间过得最慢的时刻。But I'm gonna wash this one up and eat the one spot. I think it should be. 这次烹饪方法似乎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完美。之前用来包裹黄菇鱼的棕榈叶全部烧得一干二净，而且黄菇鱼的底部也烧得黑不溜秋。看来小兰这次火力的大小没有把控好，不过上面没有烧焦的部分还是可以吃的。小克用小刀去除烧焦部分，急不可待的小兰用手掰开一大块鱼肉，张口就来，味道依然刚刚的美味可口，再加上一点点海盐，味道虽然称不上绝顶美味，但也可以说是口味醇厚鲜甜，无敌的美景，醉人的食物，加上家人相伴，快乐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也盼望这种简单而丰富多彩的荒岛生活吗？欢迎评论区说说您的看法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的视频点个赞加关注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